春风的800 NT 各档位的级数到底是多少呢？一档为表显83，二档表显117，三档表显159，四档表显192，五档表显224，六档表显254，所以级数出现在5档，6档可以作为超速档巡航用，也能有助于它的油耗。接下来说重点的部分，这台车以55到60的速度匀速巡航，测出它的下限油耗是 2.6 升，比它自家的春风450 MT 还要省油。大家都是双缸机，排量比你大，重量比你重，而且油耗还比你低，而且还是同样的测试方法，同样的测试路线，所以影响油耗呢，最主要的还是ECU的调教。在我的近期的视频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就看哪个厂家能先听进去。在上一期我就说这台车小油门开度动力比较平顺，因为小油门开度，例如这台车油门开度15%以内，调得比较偏柔和的，它走走停停很舒适，对新手也更加友好，而且发动机的震动也更加小。最主要的是还省油，因为15%的油门开度，6档的话速度已经过120了，所以这个小油门开度标定多少开度以下是根据车型的动力大小还有齿比决定的。好，现在正式开始出发。这台车60的速度的时候，转速大概在2400转，显示出来的瞬时油耗在 2.5 左右。这个下限油耗是最接近车辆真实的油耗，在之前的视频就说过很多次了。因为是统一没有红绿灯，统一用最高档，这两项就排除了道路环境因素，还有人为驾驶习惯的影响。例如红绿灯多一点，车流量多一点，有些人换挡早一点，有些人换挡晚一点，这样得出来的油耗跟车辆有什么关系的？只是测的是你驾驶习惯在这条路的油耗而已。换一条路，换一个人的驾驶方式，又是另外一种油耗。所以除了下限油耗是车辆真实的油耗，其他的都不是最接近的。所以最有意义就是下限油耗。所以大家的正常油耗呢，就是下限油耗乘以 1.5 到 1.8。这台车是配有定速巡航的，然后这边是定速巡航按键，往右边呢是开，往左边呢是关。开的同时呢，你不管以多少速度，你按下这个，它定速巡航就开始启动。每加一次呢，加2公里，减一次呢，也就减2公里。当你刹车的时候呢，它定速巡航它就会解除。你再按下减号的时候，它就重新定速。当你加速的时候呢，比如说你60的时候，你加到80，当你收油门，它速度自然而然会降到60，又一直以60速度匀速巡航。低于60的时候，它定速巡航就取消。这定速巡航呢，40以内它是不起作用的，它只有40以上才能定得了速了，所以说是40开启。最终以55到60的速度匀速巡航，跑了111.3公里，表显油耗显示 2.5 升，而手机 APP 显示 111.33 公里，最终消耗掉了 2.9 升的油，算出来的平均油耗是 2.6 升。有一台国产车油耗也是做得非常好的，那就是高精 GK1200穿越版，那台车也是用的是博世的电子节气门。85到90的速度匀速巡航同样也测了，仪表显示跑了 142.63 公里，表显油耗显示 3.3 升，而手机 APP 显示跑了 141.22 公里，平均速度是73，总共消耗掉了 4.64 升的油，算出来的油耗是 3.29 升。这次油耗跟450 NT 是一样的，都为 3.3 升左右。所以450 NT 是为了前段的动力响应，把小油门开度的动力也调猛了。所以从油耗的数据，还有小油门开度动力的体验，都能反映出ECU调教的取向。这台车的刹车成绩比较一般，不是卡钳的制动力不够，而是前轮胎的抓地力不太够，导致出现滑移 ABS 介入，从而卸掉卡钳的制动力。因为前轮胎的宽度只有90，而且还是个全地形的花纹，面对220多公斤的车子，前轮是有点吃不消的。最终的成绩呢 16.5 米，这个成绩呢不算特别理想，主要是轮胎咬不住的话，它就释放卡钳的制动力了。但是刹到后面的时候是能翘一点点尾的，卡钳制动力是够的，就是轮胎抓地力不够。3种极限：轮胎抓地力的极限、ABS 的极限、卡钳的极限，先达到哪个 ABS 都会先触发，然后释放。刹车的手感方面呢，就比较中规中矩，属于偏中性，不软不硬。这台车是配有双向快排的。现在是2档，我们连续升档看，3、4、5、6，我们再从6档退到2档，5、4、3、2，
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所以电子节气门的另外一个好处就在这，每一次升降档电子节气门呢都能做到相应的回油，它只需要退一点点节气门就行了，它就相当于老车手说的抖一下油门。而机械节气门呢，则通过断火断动力来实现。升档的体验感还好，降档呢就比较难了。所以电子节气门呢需要匹配很多的数据，所以需要大量的投入研发试验成本。现在我们国产车目前还在卷价格，等价格卷不动了就要卷配置了。哪个先普及电子节气门、电子油门，或者是全功能电控，那么产品力上会有代差的，从而产品力就自然而然拉开竞品的差距了。所以哪些厂家在吃老本，哪些厂家在积极投入研发尝试新的领域，或多或少能决定未来的发展的方向呢？